女人第一天上班就遇到了怪事，路边的乞丐老太死死地盯着她。当她靠近时，老太丢掉了手中的碗，而当她帮忙捡起来时，老太拽着她的手说：“你将会在8月13日杀掉一个叫亚瑟格林的人。”丽莎被老太的话吓着了，虽然她不认识谁是亚瑟，但8月13日是她发小的忌日。愣神之际，一名男子抢走了她的背包，而当她追回背包时，回过神发现老太早已没了人影。老太的话整天回荡在丽莎的脑海，到底谁是亚瑟？我为什么会杀掉他？而且还是在发小的忌日当天。不过老太的话实在太荒唐了，可能就是个胡言乱语的疯子吧。当他正想放弃纠结这个问题时，却忽然发现亚瑟这个人似乎就存在他生活中。放饭的时候，丽莎听到有同事提起了亚瑟。Arthur Grimm. Aber so genau weiß das auch keiner, glaube ich.下班时，丽莎找到女同事问：“你是不是认识亚瑟格林呢？刚刚在厨房你提起过这个人。”可女同事却说不认识，刚刚我没说过这个名字，是不是你听错了呀？丽莎尴尬的笑笑转身离开，心想可能是想太多听错了吧。然而当她走进地铁时，一名男子认错人，喊了一声发小的名字凯琳，对视了一眼确认不认识这个人。丽莎说：“我不是凯琳。”男人只是笑笑说了声：“对不起，认错人了。”但他脸上从容的笑让丽莎感到后怕，似乎所有事都跟发小扯上了关系。晚上，丽莎翻看起了以前的相册，想起了关于凯琳的往事。当年他们约好了一起露营，凯琳却在露营的前一天不辞而别，跳大坝结束了生命。虽然已经过去10几年，但如今想起来还是很悲伤。眼看时间不早了，丽莎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充上电后倒头就睡。诡异的是，隔天清晨手机竟不见了踪影，翻遍了床铺也没找着。眼看跟牙医预约的时间快到了，他也顾不了这么多，匆匆出了门，来到诊所楼下。他惊讶地发现，原来真有亚瑟格林这个人。亚瑟的建筑设计工作室跟牙医诊所在同一栋楼。见状，他连忙走到了亚瑟办公的楼层，按响门铃，可等了许久都没人回应，他只好暂且放弃，先去看牙医。这件事再次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以至于补牙那种钻心的痛都忘却了，一心只想着亚瑟到底是谁。补完牙，他第一时间回到当初遇到老太的地方，但老太不在这，原本的位置坐着另一个流浪汉。见状，丽莎给了女人5欧打听老太的下落。女人说老太举止怪异，出现的时间也不规律，至于现在人在哪她也说不准。丽莎只好写下自己的号码，如果老太出现了记得告诉她一声。晚上丽莎搜了一下叫亚瑟格林的建筑师，亚瑟这个歪头歪脑的样子看着就不太正常，多看2眼都觉得瘆人。睡前丽莎在床底下找回了手机，电筒还被打开了，不过她也没太在意，只顾着回复这天没回的信息。隔天她再次回到遇到老太的地方，丽莎还没开口，男人就问 Bist du nicht die Frau, die nach der Lechner sucht？看来帮他找老太就有钱拿的事在流浪圈里是传开了。男人说知道老太躲在哪，等他找到了会通知丽莎。时间很快来到晚上，男人找到丽莎说找到老太了，接着便将她带到了一座桥附近，指着桥底说老太就在那。丽莎让他带自己进去，可男人好像很惧怕一样，说啥都不愿意下去，匆匆拿了钱就跑。丽莎只身一人来到桥底，在那里找到了老太的碗和一些物品，却不见老太踪影。转头看去才发现老太飘在水面上，他连忙冲下去救人，可惜还是迟了一步，老太早就没了呼吸。很快警方赶到现场，丽莎还在寻思着到底是谁杀了老太，会不会是那个叫亚瑟的男人。想到这，手机突然收到一条陌生来信，对方提示他亚瑟这个人很危险。丽莎问你是谁，那个人却不回信息了。种种的诡异事件让丽莎感到害怕，老太是被谁杀的？发信息的是谁？这又跟亚瑟有什么关系呢？她一边寻思着一边洗漱，却就在此时发现杯子里的牙刷不见了。明明牙刷是固定放在杯子里的，更诡异的是厕所角落不知何时放着一只兔子玩偶。不过她也没有多想，毕竟刚搬进来，可能是上一个租客留下来的吧。隔日她来到警局，将陌生来信递给长官看，想让长官查查是不是跟老太的死有关。长官却不以为意，他根本不在意一个乞丐的死，只是提示丽莎把陌生号码拉黑就好了。没办法，他只好找来私家侦探，让其调查一下亚瑟的资料。接着又以记者的身份找到法医，询问了老太的死因。法医说老太身上有一些瘀伤，从脑部扫描图来看，老太精神失常且伴随癫痫，推断可能是癫痫发作失足掉入河里的。没多久，私家侦探寄来了亚瑟的资料，丽莎这才发现，原来这家伙是个家暴狂，3年前还被前女友起诉过。不过不知何种原因，前女友后来撤诉了。而正当他想进一步调查下去时，似乎已经被人盯上了。这晚丽莎回到家，发现早上紧锁的窗户被打开了，家里的东西也被翻得乱七八糟，显然是有人趁她不在的时候来过。丽莎被吓坏了，忙找到楼上的邻居。这个邻居是她在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朋友。邻居说他家之前也进过盗贼，但自从装了监控之后就没再发生了。 Oder vielleicht jemand, über den du geschrieben hast. Bei mir war das damals so ein random Dude aus dem Bus. 调整好心情后，丽莎回到家，却就在她关窗时，发现楼下有一男子正盯着自己。她下意识地躲了回去，拿出手机悄悄拍了张照，对比资料一看，此人正是亚瑟。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丽莎连忙冲下楼追上亚瑟，一路跟着来到了亚瑟的住所。Otto Grimm? Warum warst du vor meiner Wohnung? Bleib weg von mir! 说来也是奇怪，这家伙怎么不像跟踪狂，反倒像害怕丽莎跟踪他一样。疑惑之际，陌生人又发来短信，我说过了要提防亚瑟。丽莎立即回拨过去，可惜对方不接，她只好回信问你怎么知道我见过他。对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一个劲地说亚瑟很可怕。而当丽莎问起对方是不是认识发小凯琳时，对方却突然掉线了。既然神秘人总说亚瑟很可怕，那有没有可能他曾经被亚瑟伤害过呢？会不会就是3年前起诉亚瑟的前女友呢？为此，丽莎又一次找到私家侦探，让其帮忙查查起诉亚瑟的那位前女友在哪，却万万没想到亚瑟恶人先告状，向警方举报丽莎跟踪他。丽莎向长官解释了昨晚的经历，是他跟踪我，不是我跟踪他。长官反问，那你为什么给他写恐吓信？这就奇怪了，信上的字迹确实是自己的，但他不记得有写过这封信。Ich hab dir nie geschrieben. Ich weiß, was du getan hast. Ich schwöre dir, ich werde deine Existenz auslöschen. 证据确凿，丽莎再怎么解释也没用，只好签字承诺不再跟踪亚瑟。临走时，他请求警官让自己给信封拍张照，本想着回去好好查查到底是谁冒充自己。然而当他深入调查时，才发现自己笔记本上刻着的字印居然跟写给亚瑟的恐吓信一模一样。丽莎慌了，难不成真的是自己写的吗？联想到消失的牙刷、莫名其妙出现的兔子玩偶，还有冰箱上多次摆正又变歪的海报，他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精神有问题，因为他的母亲就患有精神病，该不会是遗传到自己身上了吧？隔日物业过来帮忙换了门锁，邻居也帮忙装上了监控。完成这一切后，丽莎又马不停蹄跑去医院检查，医生表示她的担忧有些多余，这种精神病通常不会在她这个年纪发病，有可能是近期压力大引起的，吃些药多加休息就好了。既然自己的精神没毛病，那近期发生的事情一定是阴谋，恐吓信说不定是亚瑟伪造的。他仔细翻阅起亚瑟的资料，发现他10几年前在老家那边当过数学老师，而且住址距离凯琳自杀的地方仅有10公里。有没有可能凯琳当年不是自杀，而是亚瑟谋杀的呢？如果凯琳是被谋杀的，那当年他留下的遗书也是假的。为此，他打给了凯琳的哥哥，要求对方传真一份凯琳的遗书过来。林哥虽然觉得丽莎的要求很唐突，但当听到妹妹可能是被谋杀的，二话不说就将遗书发了过来。丽莎认真看了凯琳写下的每个字，推敲出了大致的案发过程。当年凯琳悄悄告诉丽莎，她跟一个大自己15岁的男人恋爱了。起初凯琳很看好这段恋情，但自从她怀了孩子之后，感情就变味了。那个男人要求她拿掉孩子，凯琳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敢告诉父母，只能向丽莎倾诉心中的苦闷。凯琳表示她还爱着这个男人，但同时也不想失去肚子里的孩子。为了保护这个大自己15岁的男人，凯琳始终没提及过他叫什么名字，只是要求丽莎帮他保守秘密。遗书里面也只字未提男人的名字。如今看来，凯琳可能是想坚持生下孩子，但遭到了男人的反对。不想负责任的男人将凯琳推下大坝，杀人灭口，一了百了。如果推断没错的话，那这封遗书也是假的，是凶手伪造的。丽莎再次联系上凯琳哥哥，问凯琳那段时间是不是有在补数学课。林哥说是的。丽莎说亚瑟当年就在距离大坝10公里的地方当数学老师，这么看来一切都说得通了。凯琳口中的老男人应该就是亚瑟。除此之外还有2个疑点，乞丐老太是如何知道预言的？发信息的陌生人又是谁？为何老太刚死，陌生人就发来信息提示他亚瑟很危险？为此丽莎发信息尝试约那个陌生人见面，可惜对方似乎很惧怕露面，并没有如约来到饭馆。而就在他这晚回到家楼下时，发现自家的灯和窗户都被打开了，他连忙打给邻居说家里可能又进贼了。邻居也是讲义气，提着刀就赶了下来。不过巡视一番过后，并没有在家里找到外人。邻居说咱们不是装了监控吗？查查看有没有人进来过。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料到，监控的背后还有人在监控他，而这个人正是当天在地铁站认错人的那名男子。看来事情远比丽莎想象的要复杂，不仅是凯琳的死存在可疑，甚至背后有人精心设局谋害丽莎。丽莎查了当天的监控记录，发现并没有人来过家里，只好安慰自己是出门前忘记关窗关灯了。距离8月13日还有9天，老太当初的预言在此刻开始应验。丽莎发现家门口多了一只死鸟，她清楚地记得老太的预言里有这么一句话，在你杀掉亚瑟之前会有小鸟掉下来。这只死鸟的出现犹如一个警钟，预言也好，阴谋也罢，必须得尽快查出真相才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发信息给陌生人，没想到这次他回信了。陌生人说他有着跟丽莎同样的经历。丽莎直言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要么告诉我，要么就别再发信息过来。怎料对方发起了脾气，说对，我就不该找你。说完就下线了。丽莎不想坐以待毙，
他让私家侦探找来黑客朋友，顺着信息追踪到了陌生人的确切定位。而当他来到陌生人家门口时，才发现对方与发小凯琳长得如此相似。Emma Mertens? Ja? Wie hast du mich gefunden? Geh, bitte geh. Sicher nicht. Lass uns drin reden. Komm. 丽莎呆愣地看了女人许久，才发现原来她不是发小，只是五官和打扮十分相似罢了。她问艾玛是不是认识老太，艾玛却反问老太是谁。丽莎说是那个乞丐，为什么他刚死你就发信息过来？艾玛坚称自己不认识老太。丽莎追问那你认识凯琳吗？艾玛这才道出了他找丽莎的原因。原来丽莎推断没错，艾玛就是3年前起诉亚瑟的前女友。 Er hat gesagt, eine Ex-Freundin von ihm heißt Valerie und sie ist jung gestorben. Ist von der Brücke eines Staudamms gesprungen. Das war bei euch in der Nähe. 说着，艾玛撩开裙子，显露出膝盖上的疤痕。这是亚瑟打我留下的伤疤。我试过起诉他，但是证据不足。他还曾威胁我，如果我还这么干，就杀掉我。所以逃走之后，我一直躲着，改了名字，也甚少出门。后来我发现你搬到了他所在的城市，我担心你有危险，所以偷偷发信息提醒你。丽莎说，老太曾预言我会杀掉亚瑟。艾玛问为什么老太会知道这些，丽莎表示这都不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寻找证据指证亚瑟。话音刚落，门铃响了，艾玛冲过去看了一眼，原来是亚瑟跟踪丽莎来到了这里。激动的艾玛立即从抽屉拿出手枪，丽莎见状连忙拦着艾玛，千万别因为臭男人断送自己的人生，有问题我们找警察帮忙，听我的，先找证据指证他。艾玛被说服了，两人立即从后门偷溜了出去。丽莎将艾玛带回了自己家，未免艾玛冲动干傻事，她将手枪藏在了沙发底。隔日清晨，见艾玛还在沉睡，丽莎留下纸条和钥匙就出门上班去了。可她怎么也没料到，下班回到家，艾玛竟不见了人，家中被翻得乱七八糟，打电话过去也没人接听。丽莎怀疑是不是亚瑟来过抓走了艾玛，她赶忙查看监控记录，才发现有人在她出门后切断了电源，根本没拍到后面发生了什么。丽莎找到楼上的邻居，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邻居说如今情况紧急，有没有证据都得告诉警察了。丽莎心想也是，便立马拨通报警电话。然而没等她开口，接线员竟说出了一连串她的资料。 Nur kurz zum Abgleich spreche ich mit Frau Nora Richter, geboren am 7.5.1993. Ja? Ich sehe hier, dass Sie in den letzten Tagen schon mehrmals Kontakt mit meinem Kollegen hatten. Sie haben die Leiche einer Obdachlosen gefunden und Wurden der Nachstellung beschuldigt, ist das richtig? 丽莎被吓得立马挂断了电话，哪门子的接线员一接电话就知道这么多，分明就是背后有人操控了她的手机。而背后的人戏耍完丽莎后，还露出一脸得意的笑容。邻居问：“那你手上有什么证据？不妨直接带到警局举报。”丽莎想到了投诉信和凯琳的遗书，对比起凯琳以前的笔记，确实有某些细节不太一样。为此，她找到笔记专家鉴定，专家说这2封信都是伪造的，而且是个高手。丽莎请专家帮忙出一份鉴定报告，专家却说警方不会接纳这种鉴定，因为是2种字迹且做工精妙，无法证明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如今手里唯一能指证亚瑟的证据毫无说服力，丽莎唯有想到深入虎穴，到亚瑟家里寻找证据。她跟邻居找到了亚瑟的仓库，在里面找到了很多女人的照片，当中就藏有发小凯琳的照片。这下终于能证明凯琳跟亚瑟的关系了。而正在他们想离开时，亚瑟开车回来了，邻居先冲出去帮忙拖延时间，而丽莎则戴上鸭舌帽悄咪咪离开。可没曾想还是被亚瑟认出来了。 Was willst du? Wo ist Emma? Was hast du mit ihr gemacht? 丽莎拿出照片对亚瑟女友说：“你男朋友杀了这个女生，他有没有打你啊？”亚瑟怒了，掐住她的脖子摁在墙上，警告丽莎别毁了她的生活。 Lass sie los! Warten Sie! Fahr schnell! 距离8月13日还有2天，丽莎想着回公司请假再去警局报案，却没曾想被主编炒了鱿鱼。主编说：“你这个坏女人，我把你挖过来，你却想偷我的杂志社。”丽莎这才醒悟过来，除了有人在陷害她杀掉亚瑟的同时，还有人想毁掉她的事业。丽莎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记者，擅长写一些为女性发声的文章。当地赫赫有名的艺术家老马怂恿女友划伤脸蛋并以此作画，还美其名曰说是在刻画女性的苦难。丽莎对这种行为很反感，发表了一篇艺术家洗脑女友的文章，揭露了老马把女人当奴隶的底层逻辑。而他也因这篇文章名声大噪，被知名杂志社挖过来当旗下的记者。不过主编让他做的第一个专栏就是为艺术家老马洗白。恰逢上班没多久，就遇到了乞丐老太。
丽莎想开专栏为女性流浪者发声，主编答应了，但前提条件是要先完成艺术家的专栏。无奈丽莎只好对老马进行采访，老马表示他在做人生最后一个作品，作品名为《死亡》，因为他查出癌症晚期，对生命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想在临终前完成这个作品。几次采访下来，丽莎虽然觉得老马是个可怜之人，但始终没改变自己的看法，依旧认为老马是在利用女性。奇怪的是，老马并没有因此动怒，反倒是表现出想追求丽莎的样子。当丽莎说起工作压力很大时，她说朋友是杂志社的大股东，可以让朋友炒了主编，让他来担任主编的工作，这样他想开什么专栏就开什么专栏。也正因为这样，主编在知道自己可能会被炒鱿鱼后，先下手为强，立即开除了丽莎。事到如今，丽莎才明白，什么开除主编让他来当主编，实际上都是老马的阴谋，目的就是借主编之手毁掉他的前途。可他不知道的是，老马的计谋远不止如此。打击过大的丽莎吃下了医生开的药丸，沉沉睡去之际，她梦见了发小凯琳。她看到凯琳在黑板上一遍遍地写着8月13，接着她也跟着写了起来。待醒来时，发现自己早已写了满屏的8月13。此刻的她似乎早已失去了理智，拿着手枪对着镜子，一遍遍地练习如何杀掉亚瑟，时不时还发疯的大笑。发疯完过后，丽莎又恢复了理智，她将失业的事抛之脑后，专心整理起了指证亚瑟的资料。却就在此时，门铃响了，是长官带人抓他来了。原来亚瑟举报他擅闯民宅，来的正是时候。丽莎说：“我要举报亚瑟杀了我的发小。”接着便拿出了他收集到的证据。长官愣了一下，这资料怎么跟小孩画的一样？丽莎说还有证人亚瑟的前女友，但是2天前他失踪了。听到这，长官似乎懂了，丽莎纯纯的就是个神经病，说着便想将他带去疯人院。出门时恰好碰见邻居下楼打招呼的时候，丽莎趁长官不留神逃跑了。此时画面给到了艾玛，只见她一瘸一拐地走到一栋大楼，见四下无人，竟恢复了正常人步伐，脱下长裙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大楼。而她要去的地方居然是那个监视丽莎的基地。手下告诉她丽莎逃跑了，她更是当堂大怒起来。显然她根本不是什么亚瑟的前女友，也不是想协助丽莎指证亚瑟，而是背后谋害丽莎的其中一员。晚上丽莎找到私家侦探，侦探叔叔是她父亲曾经的战友，如今能帮她的也就只有叔叔了。可她怎么也没料到，当她说出这几天的经历时，叔叔也以为她像她母亲那样精神出了问题，说着还想带她去疯人院。丽莎见状只好让叔叔帮忙买点吃的。支开叔叔后，她又一次逃走了。距离8月13日还有半个小时，丽莎又一次回到了公寓，为免被监控拍到自己，她封住了屋内所有摄像头。可这根本难不倒背后的团队，他们以亚瑟的名义发了条信息：艾玛现在在我手里，如果不想她有事的话，明晚11点半到游乐园见我。丽莎看了看发小的照片，再看看一旁的手枪，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不能让艾玛重复发小那条路。她回信答应了对方的邀约。时间很快来到8月13日晚上11点半，丽莎来到了游乐场。此时场内摆满了小鸟尸体，跟老太预言的一模一样。而亚瑟就站在广场中间。丽莎举枪对着并打开录音笔，问亚瑟当年到底对凯琳做了什么。怎料亚瑟一句话没说，直接转身抓住手枪。亚瑟就这样水灵灵地走了。事情到这还没有结束，老太为何能预言此事？背后制造阴谋的团队是谁？谜底即将揭晓。此时游乐场大屏幕转播了丽莎的画面。愣神之际，艺术家老马走了出来。原来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他。他说这就是艺术，误导一个人变成杀人犯其实很容易。老太是我花钱请的乞丐，这位倒地不起的亚瑟就是个倒霉蛋。他是我随机找的路人，你走的每一步都是我布的局。说得倒好听，实际他就是想报复丽莎。报复丽莎揭露了他丑恶的嘴脸。丽莎举着发小的照片问：那我的发小是怎么死的？艺术家说我不知道，你查到的资料都是假的，请来的笔记专家是我事先安排的演员。此刻丽莎彻底被逼疯了，她举枪对着老马，老马却十分从容地说：你还有子弹吗？这把枪也是我给你的道具。原来丽莎布了个局中局。时间倒退到1天前，丽莎来到楼下的便利店买口香糖，这是她每天都会干的事。店老板看着她每天的变化，很清楚她是遇到了麻烦。出于关心，店老板给了这样一个提示：通常人会用惯性思维去思考，当你遇到走不出的混沌时，不妨试着跳出原有的思路。此话点醒了丽莎。回到家，她复盘了整件事的经过。如果老太没有预言的能力，如果亚瑟不是发小的老男友，如果艾玛不是亚瑟的前女友，那背后一定是有人设了局。这都是他想让我以为的。整件事情跟他经历最多的就是楼上的邻居，监控是他帮忙装的，亚瑟的仓库是他帮忙找的，就连字迹专家也是他的朋友。邻居就是布局的其中一人。丽莎找到了邻居并关掉了他的手机，将邻居带到厕所，把所有水龙头打开以防被人监听。最终邻居在逼迫之下道出了幕后黑手老马。时间线被拉回到现在，邻居举着录像从角落缓缓走出来。原来他在知道老太是被老马谋杀后，弃暗投明站在了丽莎这边，而倒地的亚瑟此刻也站了起来。
聪明一世的老马被丽莎摆了一道。 Theresa ist nicht mehr in deinem Team. Sie ist Zeugin, dass du mich von Anfang an manipuliert hast. 怎料此时老马抢过了丽莎的枪，选择了自己。傲娇自负的他根本接受不了被揭穿，干脆选择结束生命。不过丽莎装的全是空弹，他根本死不了，而等待他的只会是牢笼。